一句我愛你，一句我理解你。徐凱譚松韻為什麼讓全網破防？在流量至上、話題先行的娛樂時代，真正能讓人心頭一軟的瞬間已經越來越少了。可就在這個看似普通的夜晚，一句簡短卻堅定的我愛譚松韻，像一道光，猝不及防地照亮了整個輿論場，也照進了無數觀眾的心裡。徐凱的這次告白沒有華麗辭藻，沒有精心包裝，甚至沒有提前預熱，短短10個字卻掀起了全網的情緒共振。人們不是在圍觀一場明星戀情的官宣，而是在見證一種久違的真實而克制的情感被鄭重說出口，一段被時間慢慢驗證的情感。如果回看徐凱與譚松韻的合作軌跡，會發現這場世紀告白其實並非橫空出世。自《你比星光美麗》播出以來，兩人在鏡頭中的默契便頻頻被觀眾提及。那不是刻意營造的甜，而是一種自然流淌的舒適感。眼神裡的停頓，台詞後的留白，情緒交匯時的安靜，讓許多觀眾產生了一個共同的疑問：他們真的只是在演戲嗎？戲外的細節更像是悄悄寫下的注腳，被拍到的並肩而行，下意識的靠近，替對方擋雨的瞬間，看似尋常，卻在時間的累積中變得意味深長。正如不少網友所說，真正的喜歡是藏不住的。雙引號，一個敢說，一個懂得。娛樂圈並不缺戀愛傳聞，缺的是勇氣。徐凱選擇在事業上升期公開表達情感，這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坦率。在一個人人都計算得失的環境裡，他選擇不把感情當成籌碼，也不把真心當作風險。而譚松韻的回應，更是讓這段故事多了一層溫柔的重量。我理解你，4個字，沒有喧嘩，卻勝過千言萬語；沒有高調表態，沒有情緒宣洩，卻讓無數人瞬間破防。那是一種成年人之間的默契，是彼此確認、彼此珍惜的安靜回應。有網友評論，這不是官宣，這是2個人站在同一頻率上的確認。也有人說，他們沒有告訴全世界我們在一起了，卻讓所有人都明白了。雙引號，為什麼這段感情如此打動人？徐凱與譚松韻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情緒回響，並不只是因為他們是受歡迎的演員，更因為他們呈現出了一種稀缺的情感模式。徐凱的堅定與溫柔，譚松韻的真誠與篤定，形成了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。沒有過度依附，也沒有刻意示愛，而是在尊重與理解中並肩而行。正如不少觀眾所說，他們讓人相信，愛情不是轟轟烈烈，而是細水長流。雙引號，在充滿濾鏡與劇本的娛樂環境中，這種不急不躁、不炫耀、不消費情感的相處方式，反而顯得格外珍貴。來自全網的祝福與共鳴。告白發生後，評論區迅速被祝福填滿。有人寫道：追了這麼多年內娛，很久沒看到這麼乾淨的感情了。也有人感慨，不是磕 CP， 是被真誠打動。雙引號。更有粉絲表示，這不是一場營銷狂歡，而是一種情感出口。許多人在他們身上看見了自己對愛情的期待，被理解、被尊重、被認真對待。即便理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認，這次的熱度之所以持久，是因為它觸及了大眾最柔軟的部分。它讓人想起，在現實的壓力與算計之外，愛情依然可以簡單而純粹。真心的重量遠勝流量。當然，公開感情也意味着承受更大的關注與解讀。未來的路並不一定輕鬆，但正因如此，他們此刻所展現的勇氣才更顯珍貴。無論未來如何發展，這一次的告白與回應已經成為娛樂圈少見的真實瞬間。它不依賴話術，
不借助噱頭，只是兩個人在合適的時間說出了藏在心裡的話。正如一位高讚評論所說，他們不是在演一段愛情，而是在認真生活。雙引號，從貝克的 CP 到被祝福的愛情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徐凱與譚松韻被放置在 CP 想象的安全區裡，觀眾可以盡情投射情緒，卻默認那只是一場戲後的延伸。可正是這種長期的克制與邊界感，讓他們的關係顯得格外真實。不少業內人士評價，這次公開之所以沒有引發反感，反而得到壓倒性的祝福，是因為他們並未急於消費關係，沒有戀綜式營業，沒有反覆同框製造話題，更沒有用曖昧維持熱度。他們讓情感自然生長，直到成熟到足以被承接。正如一位網友所說，他們不是在告訴我們看我們多甜，而是在說這是我們的選擇。雙引號，譚松韻的理解為何如此有力量？在整個事件中，譚松韻的回應被無數人反覆解讀，不是因為他多麼戲劇化，而是因為他極其克制。我理解你，不是我愛你，不是我們在一起了，甚至不是謝謝你，而是理解。這種表達本身就帶着成熟情感的重量，它意味着他理解徐凱的選擇、壓力、勇氣，也理解這份情感背後可能要面對的風險。這是一種站在對方立場上的共情，而不是被動接受的浪漫。心理學博主分析到，在親密關係中，被理解往往比被愛更難，也更珍貴。雙引號，也正因為如此，這4個字擊中了無數正在現實生活中疲於解釋、渴望被懂得的人。網絡輿論的罕見一致。如果說娛樂圈最難控制的是輿論，那麼這次幾乎一邊倒的祝福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。有人祝他們慢慢走，不被打擾；有人留言請一定要幸福，我們願意等你們的作品。甚至有理性粉絲表示，就算未來分開，這一刻的真誠也值得尊重。這種態度在流量時代並不常見，它說明大眾並非排斥明星戀愛，而是厭倦被操控、被營銷、被反覆利用情緒。當一段關係足夠真誠，人們反而願意退後一步，給予空間。他們打破的不只是一段敘事。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，徐凱與譚松韻的這次互動，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娛樂產業中情感必須服務於流量的既定邏輯。徐凱沒有選擇在作品宣傳期高調官宣，譚松韻也沒有趁勢制造話題。他們並未將情感轉化為商業談資，卻依然獲得了極高關注。這本身就是一種反證，它告訴行業，也告訴觀眾，真正能打動人的，從來不是精密計算，而是真實本身。愛情作為一種對抗，或許正如高讚評論所說，這並不是一場普通的明星戀情曝光，而是一種溫柔的對抗。對抗快餐式情感，對抗被標籤化的親密關係，對抗人設先於人的娛樂規則。他們沒有高舉愛情的旗幟，卻用行動證明，真誠依然擁有重量。寫在最後，為什麼我們會記住這一刻？多年以後，當人們再回看這次世紀大告白，或許已經不再糾結結果如何。真正留在記憶裡的，是那一刻的篤定與溫柔。是在眾生喧嘩中，有人選擇說真話；是在充滿算計的世界裡，有人願意為情感承擔代價。正如那句被反覆引用的話，他們讓人相信，愛情不需要誓言，也可以很堅定。雙引號，這或許就是徐凱與譚松韻留給這個時代最動人的禮物，不是一段被圍觀的愛情，而是一次讓人重新相信愛的瞬間。或許這才是世紀大告白真正的意義，不是熱度，不是神話，而是在喧囂世界裡，
讓人重新相信真心依然值得被看見。在這裡，祝福許凱與譚松韻，願他們被善意包圍，也願這份溫柔走得長久而篤定。